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灵异事件吗？欢迎收听由怪谈传说为您演播的惊悚故事。林志宏刚刚进入东海大学，满怀期待地步入这片绿意盎然的校园。这里的建筑别具一格，现代与传统风格的结合让人有种错落的美感。而他作为大一的新生，既感到兴奋，又有些紧张。你准备好看完这个故事了吗？一天晚上，宿舍楼里的一群新生聚在一起，大家围坐在寝室内，谈论着入学后的趣事。有一位来自台北的学长，话题逐渐转到了学校的鬼屋，那座废弃的宿舍楼。你们知道东海大学有一座鬼屋吗？学长低声问道，眼神闪烁。那栋楼据说是10年前废弃的，没人敢靠近，特别是晚上，走到那附近，你就会觉得特别冷，甚至会听见脚步声。林志宏不以为然，笑着摆手，鬼屋？我倒是不信这个，又不是电影，怎么可能会有鬼？他觉得这不过是学长故意吓吓新生，大家也都笑了起来。但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感到有些不安，不是没有道理的。学长忽然变得严肃，低声说道，几年前，那个宿舍楼里确实发生过一些离奇的事，有人在深夜走进去，听到楼上传来很奇怪的声音，结果再也没出来过。更有一个学生回来的时候说他在楼里看到了不该出现的东西，你们不信可以去试试，但要小心。虽然大多数人都笑了笑，把这些话当作是吹牛，但林志宏的心里却开始生出些许疑虑。宿舍楼附近的空气似乎的确有些不同，尤其是那个废弃的楼栋，站在远处仿佛能感觉到一股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寒冷。几天后的晚上，林志宏和几个新朋友决定一起去探访这座鬼屋。他们约定了午夜时分，在宿舍楼附近集合。月光洒在校园的小道上，树影斑驳，四周的宁静让人有些压抑。当他们走到那栋宿舍楼前时，大家的心情都变得有些紧张。建筑物的外墙斑驳陈旧，窗户被黑色的布帘遮挡，门已经生锈，微微敞开，仿佛有某种力量在召唤着他们。看，这栋楼不对劲，一位同学低声说道，他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里好像没人住，居然没有一盏灯，死气沉沉的。林志宏站在楼前，深吸了一口气。虽然他也觉得这栋楼阴森恐怖，但也不过是废弃的老建筑罢了，哪里会有鬼？他拍了拍身边的朋友，走上前去，推开了那扇锈迹斑斑的门，门发出吱嘎的声响，仿佛在抗议他们的入侵。门打开后，一股陈腐的空气扑面而来，混杂着湿气与霉味。楼道里黑暗的像是无底的深渊，唯一的光源是他们手中的手机和一盏摇曳的手电筒。好了，大家跟紧点，别掉队，林志宏轻声说道，心中反而有些兴奋。他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会有如此独特的氛围，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他们踏进了楼内，空气变得越来越沉重。楼道的尽头，一扇紧闭的门轻微地晃动着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推拉那扇门。走廊两边的墙壁上挂满了斑驳的老式照片，每一张都显得如此陌生。走过这些照片时，他们的心情愈发沉重，仿佛每一张照片中的人物都在注视着他们。你们听见了吗？忽然有一个女孩低声问道。众人停下脚步，仔细聆听。空旷的楼道中似乎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，那声音并不是他们的，而是从楼上传来的。别闹了，肯定是老楼的声音。林志宏嘴上这么说，但内心的忐忑却在悄悄滋长。他用力晃了晃手电筒，指向楼梯口。就在他们打算继续往楼上走时，手机的屏幕突然亮起，显示有一条未接来电。林志宏低头一看，屏幕上显示的号码是学校的校警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最终没有接听。随着他们逐渐向楼上走去，脚步声变得愈加清晰，仿佛有人在他们周围游走。突然，楼上有一个房间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，显得格外突兀。有人在里面。其中一位女生颤抖着声音问道。林志宏带头走上楼梯，走得越来越慢，那股冷意越来越浓，仿佛身后有某种不明的力量在紧紧追赶。他本想轻松一叹，却没料到自己已经逐渐被这座废弃的建筑所吞噬。随着他们的步伐，
楼道的气氛越来越压抑，脚步声也变得愈加急促，仿佛有人在黑暗中等着他们。突然，一阵阴冷的风吹过，灯光猛地闪烁了一下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了那个突然打开的房间门口。林志宏深吸一口气，迈步走了进去。门口的阴影里，隐约可以看到一个身影。林志宏迈进了那扇突然打开的房间门，空气中充斥着一股腐烂的气息，四周的阴影仿佛在吞噬着每一点光亮。他手中的手电筒在颤抖的光束中勉强照亮前方，透过光斑，房间的景象逐渐清晰起来。这并非一间普通的房间，房间的墙壁上挂满了老式的照片，照片的边缘已经发黄，像是多年未曾更换。每一张照片中的人物面孔都显得模糊不清，有些人的眼神仿佛要从照片里跳出来，直勾勾地盯着他们。而在房间的角落里，站着一张破旧的木椅，椅背已经弯曲，表面布满了尘土和蛛网，仿佛几十年没有动过。房间的另一边是一扇半掩的窗户，窗帘被风吹得轻轻飘动，窗外的月光照进房间，勾画出一片朦胧的景象。林志宏感觉到一股寒气透过窗户渗入，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这里好像不对劲，一位跟随他来的女生低声说道，声音中带着一丝不安。别怕，可能是这栋楼太久没住人了，空气都变得陈旧了。林志宏试图安慰自己，也安慰身边的人。然而，随着他一步步走向房间的中央，他的心跳越来越快，脚步也变得沉重。突然，一阵低沉的脚步声从房间的另一端传来，那声音清晰而沉闷，就像是沉睡已久的东西突然苏醒，缓慢而有力地向他们逼近。你们听到没有？另一位同学的声音带着惊恐。楼上有人在走动，大家的神情瞬间变得紧张，几个人急忙转身，准备离开这个充满诡异气氛的房间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房间的门突然砰的一声关上了，门外的光线瞬间被切断，四周变得更加漆黑，空气变得更加压抑。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，心跳仿佛也随之停顿。怎么回事？有个女生已经开始有些慌乱，是不是有人在搞鬼？林志宏感到一股寒气从脊背涌上，他低头看向手机，此时屏幕却出现了一条消息：你们不该进来。他猛地把手机收了起来，但那条信息在他脑海里盘旋不去。你们不该进来，这句话如同某种警告，开始在他的脑海中回荡，愈加清晰，愈加沉重。快开门！他大声喊道，伸手推向门把手。然而，门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死死拉住了，怎么也推不开。一阵沉默的空气弥漫在房间内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似乎空气中凝固了，甚至连时间的流动都变得缓慢。就在这时，突然，一阵低沉的，仿佛从地下传来的声音响了起来。那声音像是某种无形的生物在耳边低语，又像是来自遥远过去的呢喃，带着莫名的压迫感。林志宏的心跳瞬间加速，他几乎能感觉到那声音来自自己的耳边，低语着：你看见了他，对吧？突然间，他的眼前一片模糊，眼睛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霾，什么也看不清。那张照片里的女孩，她的眼睛似乎开始闪烁出微弱的光芒。就在那一瞬间，林志宏几乎以为自己看到了她微笑的嘴角。你看见她了？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这一次更加清晰，几乎是从林志宏的脑海里传出来的啊！女生们忍不住尖叫了起来，眼前的空气变得愈发压抑，仿佛有什么无形的东西正在逼近。房间里的温度瞬间下降了好几度。这时，门终于被打开了一条缝，几个人急忙推开它，冲出了房间。林志宏感觉到一股剧烈的压迫感，好像从黑暗中有某种力量在盯着他们，紧紧追随着他们。他们逃进了楼道，刚刚的那股低语声和压迫感似乎依然在耳边回响，像是不断涌来的波涛，仿佛从未离开过。他们停下来，喘着气，回头望向那扇门，却什么也看不见，只剩下一片黑暗。林志宏感到一阵强烈的不安，心跳不止的加速。那条信息，那张照片中的女孩，那不断逼近的脚步声，这一切仿佛在告诉他，楼中隐藏着某种无法名状的秘密。他忽然想起，刚才他们所看到的照片里，似乎有一张特别的照片，那是一位女孩的照片，
眼神空洞，仿佛带着某种神秘的吸引力，似乎是某种注视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那个鬼吗？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，林志宏低声说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不敢再待下去，尽管心中有着更深的疑惑，但他知道今晚的一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恶作剧，这里绝对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废弃宿舍楼。林志宏和他的朋友们慌乱地从那座宿舍楼逃出，脑海中依然回荡着刚才的低语声和让人窒息的压迫感。月光透过树叶洒在地面上，空气异常清冷，似乎没有一丝生气。他们站在宿舍楼外的空地上，彼此对视着，没人敢先开口，沉默弥漫开来，仿佛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股无法言喻的恐惧，彼此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远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莫名的不安。我们该报警吗？其中一个女生声音发颤，眼神不自觉地向那座黑暗的楼房投去，仿佛随时会有某个东西从黑暗中跳出来。林志宏沉默片刻，望着那座渐行渐远的宿舍楼，心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。他知道今晚的经历并非简单的恶作剧，不是一个普通的鬼故事，而这一切的起因似乎都和那栋楼里的某些东西有关。报警！林志宏冷笑了一声，警察来了，估计什么也查不出来。你看，这座楼已经废弃这么多年了，谁也不可能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他顿了顿，目光忽然变得凝重。不过，我倒是想知道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既然我们都已经卷入其中，那就别再躲避了。女生们显然还未从刚才的恐惧中完全恢复，她们纷纷点头同意。虽然内心充满了恐惧，但也没有人愿意停下来，就这么放弃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林志宏和朋友们没有再回宿舍，而是决定前往学校图书馆，寻找更多关于那栋宿舍楼的资料。或许这些资料能为他们提供某种线索，揭开这座楼背后的秘密。然而，当他们走进图书馆时，那个阴影似乎已经悄然跟随着他们。图书馆内静得出奇，仿佛连空气都被凝固了。林志宏走向档案室，打开那扇厚重的木门，一股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随着他手指在尘土覆盖的档案箱上轻轻划过，一种莫名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他翻阅着一份又一份的旧档案，逐渐有了一些头绪。终于，他找到了一份关于东海大学宿舍楼火灾的报告。报告的内容让他吃了一惊，火灾原因不明，死亡人数为5人。事故发生在10年前，事发当天，宿舍楼内的电线短路引发了火灾。但据多名幸存者回忆，火灾发生前，他们曾听到过楼内传来奇怪的哭声和脚步声。林志宏一边翻阅着文件，一边思索着。他记得几天前学长说过，这座宿舍楼曾是学校管理的重点，直到那场火灾发生后，学校才决定将其关闭。但没想到，竟然会有那么多离奇的细节。突然，一阵低语声在林志宏耳边响起，那声音熟悉又陌生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，仿佛在他脑海中回响。他猛地回头，但图书馆内空无一人，只有他和几个朋友坐在那张桌子旁。你看见他了吗？那个声音再次低语。他忽然感到眼前一阵模糊，空气中的温度似乎骤然下降。身旁的朋友们仿佛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些变化，他们依然低头翻阅着资料。他忍不住打了个寒战，连忙合上档案，打算离开图书馆。但就在他站起身的瞬间，桌上的一张旧照片突然被风吹得滑落到地上。林志宏捡起照片，照片的边缘已经发黄，模糊的黑白照片中，一个女孩的身影异常显眼。她的脸上没有表情，眼神却异常空洞，像是无尽的黑暗在她的眼睛中流转。那种空洞的眼神让林志宏感到一阵心悸。他在找你。照片背后的字清晰地写着这句话，字迹苍白，仿佛刚刚才写上去。林志宏心头猛地一震，他握紧照片，回头看了看四周，图书馆依然寂静无声，但他却清晰地感觉到一种不可见的力量正逐渐逼近。他的心脏狂跳不止，仿佛随时要跳出胸口。我们离开这里，他低声说道，声音有些颤抖。他快速将照片塞进背包，转身朝图书馆出口走去。身后的朋友们似乎并没有察觉到任何异常，
依旧在讨论那些档案中的内容。林志宏一边走一边回头看，脑海中反复想起那句低语：他在找你。那一晚，林志宏几乎整夜未眠，手机的屏幕不止一次的亮起，每次看到那条简短的短信，你看见了他，对吧？他心中的恐惧便愈加加剧，手机的震动仿佛是某种无形的召唤，逼迫着他去面对自己不敢直视的真相。他到底是谁？林志宏躺在床上，双眼盯着天花板，脑海里反复播放着那张照片，照片中的女孩，眼神空洞而深邃，仿佛看穿了他的灵魂。每当他闭上眼睛，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那双冷冷的眼睛，带着一丝无法言喻的诱惑与威胁。第二天一早，林志宏决定去找学长了解更多有关这座宿舍楼的历史。他心里有个不安的想法，这一切的源头似乎和那场火灾以及照片中的女孩息息相关，而学长似乎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事情。学长，林志宏找到学长时，强迫自己保持镇定，尽管心头的恐惧已经让他面色苍白。学长看着他，脸上浮现出一丝玩味的笑容。你还是决定来问我了？我就知道，没几个人能在那栋楼走一圈后保持冷静。你知道那个女孩吗？照片里的女孩，林志宏直接问道，眼神中带着急切。学长皱了皱眉，沉默了片刻，似乎在思考该不该告诉他。然后他叹了口气，低声说道，你是真的遇到她了，没错吧？林志宏点点头，心中充满了疑问。学长看了看四周，低声道，她的名字叫王雅婷，10年前的那场火灾是她引发的。林志宏震惊地睁大了眼睛，她引发的火灾？怎么可能？学长继续说道，她是那栋宿舍楼里的学生，那个时候学校内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，她曾经和几个朋友住在那栋楼里，后来她开始变得异常怪异，有人说她能听见奇怪的声音，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，她的眼神也变得越来越空洞，越来越像你刚才看到的照片中的样子。火灾那天晚上，她在宿舍楼里大喊着什么，没人能听清楚她说的是什么。有人说她在火灾发生前不久突然跑进楼里最深处的一间房间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学长低下头叹息道，最后火灾发生了，5个人死在了楼里，只有他的尸体没能找到。林志宏顿时陷入了沉思。王雅婷，那个女孩究竟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变得如此怪异？她是否真的与那场火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？而最让他困惑的是，为什么她的照片在10年后的今天仍然能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他，甚至将他拖入这场无法自拔的噩梦之中？你们看见的不是幻觉。学长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而沉重，他的灵魂或许并没有离开那栋楼。什么？林志宏的心猛地一跳，你是说他死了？他的身体没找到，但他的灵魂或许还在。每一个看过那张照片的人都会感受到他的存在，他就像一只幽灵，困在那座楼里，试图找到他失落的东西，他的遗物，或者他的记忆。学长用一种几乎是咏叹的语气说道，他的怨念已经汇聚成了某种力量，那些接触到他的人都会变得与他产生某种联系。你们的恐惧就是他灵魂的一部分。林志宏一时之间无法消化这些信息，他呆愣在原地，感觉脑袋里一片混乱。学长的每句话都像是一根针，刺入他心中，穿透他的每一丝理智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林志宏低声问，语气中透着浓重的焦虑。学长沉默片刻，缓缓说道，要打破这诅咒，只有一个方法，你必须找到他的遗物，或者他的记忆，并让他的灵魂得到安息，否则所有看到他照片的人都会继续被他纠缠，直到无法逃脱。林志宏的手心开始冒汗，背后逐渐爬上一股冷意，他感觉到自己已经彻底被这座校园吞噬了，而这一切的起因就是那张照片，那张在宿舍楼里，在图书馆里，在手机里出现的照片。林志宏和他的朋友们再次回到那座让人毛骨悚然的宿舍楼，已是傍晚时分，天色渐暗，校园内的树影斑驳，似乎空气也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。
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阴森且不真实。这一次，我们必须彻底解决它。林志宏的声音低沉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张照片，那双空洞的眼睛，以及他背后隐藏的诅咒。他知道，如果再不解开这个谜团，恐怖将无法止息，诅咒将永远纠缠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宿舍楼，楼道里依旧充斥着那股腐朽的气味，空气沉闷，仿佛每一寸空间都被诅咒所笼罩，没有任何光亮，只有他们手中的手电筒发出的微弱光束，照亮了前方的黑暗。王雅婷的遗物必须找到，林志宏心中默念着。按照学长的提示，遗物能打破他的诅咒，才能让他的灵魂得以安息。宿舍楼内的每一处角落似乎都在嘲笑他们的渺小，仿佛这座楼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迷宫，每一步都充满了危险。他们走过一间又一间破旧的宿舍，房间内依旧保存着昔日的痕迹，床铺、书桌、衣柜，仿佛一切都没有改变，但一切都显得如此荒凉，空无一人，仿佛这些房间里的居民早已消失，只剩下冷清的墙壁和破碎的记忆。他们终于来到了楼道的尽头，一扇被时间侵蚀的铁门阻挡在面前。林志宏推开门，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停住了脚步。房间内堆满了陈旧的家具，角落里有一张破旧的木床，上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土，窗帘破烂不堪，窗外的月光投射进来，勾画出一片诡异的阴影。而在房间中央，一张照片静静地摆放在桌子上。林志宏走过去，心中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。他知道，这张照片将是他们找到遗物的关键。当他拿起照片的一瞬间，他的视线被那张熟悉的面孔所吸引。照片中依旧是那位女孩，王雅婷。她的眼睛比之前更加空洞，仿佛失去了灵魂。她面无表情，站在一片破败的背景前，四周的环境显得模糊不清，仿佛被某种力量抹去。就在林志宏准备放下照片时，照片背面出现了新的字迹。如果你看见了这张照片，意味着你已经被诅咒，想要解脱，必须让它复生。林志宏的心跳猛然加速，眼前的一切似乎瞬间变得扭曲。他猛地回头，房间内依旧空无一人，唯有四周的阴影在不断蠕动，仿佛在注视着他们。复生，他低声自语，眼神中充满了疑惑和恐惧。这句话的含义到底是什么？难道他们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解开诅咒？就在这时，房间里突然响起了一阵细微的哭泣声，声音像是从墙壁里传来的，带着一种痛苦和无助的感觉。林志宏的脊背立刻一阵冰凉，心中的恐惧如潮水般涌上心头。他在这里，一个女生低声说道，声音里充满了不安。那哭泣声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近。突然，房间的温度急剧下降，空气变得越来越冷，像是进入了某个冰封的世界。林志宏看到，房间的角落里突然出现了一道朦胧的人影，那是一个穿着旧式校服的女孩，头发凌乱，眼神空洞，面容苍白，像是从黑暗中走出来的幽灵。王雅听林志宏几乎是用低语的声音喊出这个名字，那个女孩没有回应，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，似乎在凝视着他。她的眼睛空洞漠然，仿佛没有任何情感，只有一股无法言喻的压迫感。你看见了他。突然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冰冷的回响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。你看见了他，意味着你已经被选中。女孩的嘴唇微微动了动，发出一声低沉的呢喃，你无法逃脱。林志宏的心跳骤然加速，他感觉到一股强烈的压迫感从四面八方涌来，几乎要把他压垮。突然，房间中的温度再次下降，他感觉到一种冰冷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包围着他，像是一只无形的手在紧紧抓住他的心脏。他在找你，在找你。林志宏几乎是颤抖着跪倒在地，他知道如果不采取行动，恐惧将会吞噬他们所有人。那女孩的眼神如同深渊一般，将他们牢牢锁住。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手中的照片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我们得快点做决定。他声音低沉，却充满了决心。找到他的遗物，解开他的诅咒，或许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复生，否则
我们将永远被他困在这座楼里，无法逃脱。在那个破旧宿舍房间里，阴冷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，仿佛整个世界的重压都压在他们的肩上。王雅婷的幽灵站在角落里，静静地凝视着他们，他的眼神没有任何情感，只剩下冷漠和怨恨。那股冷意像是无形的手，紧紧扼住了每个人的脖子，让他们难以呼吸。林志宏的内心已经充满了恐惧，但他知道，只有面对这份恐惧，他们才有一丝机会逃脱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快速朝房间四周扫视，寻找着可能隐藏着王雅婷遗物的地方。他的遗物必须找到，他低声说，声音颤抖，却带着决然。突然，墙上的一块木板微微晃动，林志宏的心头一震，立即走向那块木板。他轻轻拨动木板，发现后面竟然藏着一个小箱子。箱子的外表已经被岁月侵蚀，表面覆盖着厚厚的尘土。他用力打开箱子，发现里面竟然是几件破旧的物品，一本发黄的日记本，一条已经褪色的项链和一张泛黄的照片。林志宏的目光立即定格在那张照片上，照片上依然是王雅婷，只是他的眼神不同于之前照片中那种空洞的无神，似乎透出一丝活力和笑容。他身旁还有一个男人，穿着和他一样的校服，两个人似乎在笑，脸上带着一股年轻的气息，完全不同于他如今死寂的样子。这就是他的遗物。林志宏低语拿起那张照片，他的心中隐隐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你不该拿走他的东西。突然，那道阴冷的声音再次响起。林志宏转过头，发现王雅婷的幽灵已经近在咫尺，她的面容变得愈发模糊，仿佛被一层迷雾包围。她的嘴巴张开，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呜咽，仿佛是在诉说着无法抑制的痛苦。你们不能离开。王雅婷的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回响，带着无法言喻的痛楚。你们不能带走我的东西。她的话语越来越急促，身上的气场变得更加压迫。林志宏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，仿佛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在翻涌。那股冷意愈发强烈，像是无数个冰冷的手指在紧紧抓住他的身体。我们得放下他，快！一个女生惊慌失措地喊道，她的脸色苍白，显然被这股恐怖的力量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林志宏并没有放下那张照片，反而他紧紧握住它，眼神变得更加坚定。我们不能放弃，我们要帮助他。他声音颤抖，但语气却充满了决心。他是被冤屈的，他不能永远这样被困在这里。他已经死了。林志宏，你在做什么？另一个男生声音颤抖，他的眼睛满是恐惧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知道他背后的真相吗？林志宏的心情一瞬间变得复杂，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但他不确定这是否是正确的选择。他想起了学长的话，他的灵魂无法安息，只有让他复生，才能解开诅咒。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要牺牲自己，成为他复生的一部分？复生是否代表着一种无尽的轮回，永远无法摆脱的诅咒？他不该死，他的死亡不应该被遗忘。林志宏喃喃自语，目光坚定。他决定不再逃避，他要帮助王雅婷找到她失落的东西，解开这场诅咒，给她一个终结。突然，照片上的人影开始发生变化，王雅婷的脸在照片中渐渐扭曲，她的笑容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痛苦表情，仿佛她正在经历某种无法忍受的煎熬。那张照片中和王雅婷一同出现的男人突然变得模糊，消失在照片的边缘，只剩下王雅婷孤独地站在黑暗中。林志宏的心脏骤然一紧，他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力量正不断侵蚀着自己的意识。忽然，他眼前一片模糊，像是进入了某种梦境。他仿佛看到了过去的一幕。10年前，宿舍楼里曾发生过一场闹剧，王雅婷和她的同学们曾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，但那场火灾的背后却隐藏着更深的秘密。王雅婷爱上了一个男孩，那个男孩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。也许是因为他的背叛，导致王雅婷精神崩溃，最终在那场大火中丧命。而那个男孩永远消失在了众人的记忆中，仿佛他根本不存在。林志宏忽然明白了，照片中那张温馨的合照不仅仅是王雅婷的回忆，
他是他死去的那一刻的唯一见证。王雅婷的复生，是否意味着他能找到那个男孩，找到导致他死亡的真相？林志宏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。复生可能并非解脱，而是将那份怨恨重新带入人间。我能帮你解脱。林志宏忽然出声，他的声音平静却带着决心。你不再孤单，我们会帮你找到那个男孩。王雅婷幽灵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微弱的笑容，但这笑容中依然充满了无尽的悲伤。你们真的能解救我吗？他的声音变得苍凉，仿佛从遥远的深渊传来，带着一股强烈的求救和放弃的情感。林志宏手中的照片开始缓缓消散，空气变得更加沉重。他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无法回头的漩涡，而这个漩涡背后隐藏的真相比任何恐怖的故事都更加可怕。王雅婷的复生可能意味着一场更大的灾难，他们能逃脱吗？他们能拯救王雅婷的灵魂吗？还是他们也将成为她复生的牺牲品？